就是这一台宝骏云朵了。你看到这里面的这个大沙发，云朵大沙发了吗？那这一款车呢，它比海豚要大，而且比海豚要便宜2万块钱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处处真的是秒着海豚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3个方面，分别是它的空间智能化，还有它的试乘表现，来去看一下这款车究竟如何。第一点呢就是空间了。那这款车它的长宽高呢都是大于海豚的，而且它作为一辆紧凑型的车，我今天一看到它的这个体量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。然后你看到车头这一块的部分嘛，是不是有点像 KV-EV 的那个车头？那这一块的往前延伸呢，也能够保证它车头的一个辨识度，包括它里面这一块的空间是做的非常的平整，而且很大的。那给大家一组空镜来感受一下。外观呢，我们用4个字来形容，就是圆润饱满啊。虽然它是一款10万级别的小车，但是它给到你的排面是都有的啊。你看这个快充、慢充，包括一个外放电都是有的，然后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，包括后面有一个贯穿式的尾灯。那我们来着重说一下它的后备箱空间。一个电动的一个尾门，那这个算是在这个小车里面一个不错的配置了，包括它的整个的开合角度有70度，那它的这个高度呢是有1.84米了，而且这个高度你是可以凭借你自己的身高在车里面去设置的啊，就是很贴心的一项设置。那你要说它为什么给后备箱搞了这么多的小心思啊？那是因为它的后备箱空间真的非常大。那首先看到这个382升的一个容积啊，这个平平无奇，但是呢，它给你做了一个下嵌式的，就这里面我感觉我的摄影师应该都能够躺进去啊。那我们加上这个下嵌式的呢，那它已经超过了600升了。那这个容积它是远远大于海豚的。然后我们的第2排空间往下放倒了之后呢，那整体的容积是有1700升的。你想一下，1700升你能够放下多少东西？所以这辆车的空间真的是不容小觑的。那进入车内，我们看到它的储物空间，就非常醒目的是，它到处都可以放水杯。这里呢就有一个3个水杯架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水杯架，那边也有一个水杯架，这就一共给你放水杯的位置就已经给了5个了。那除了放水杯呢，其他的空间，然后我们来数一下，1、2、3，然后4、5，那这种空间它都是非常深的，你能看到它的纵深是很深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它纵深也非常深，就你能放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，就仅仅是一个前排，包括后排也给你放了一些空间上的小心思。我们去后排看一下，顺便来看一下它的后排的乘坐感受啊。因为这辆车它的后弦用的是扭力梁的一个后弦结构，所以有利有弊嘛。那你看它在节约成本的同时，但是它那个空间是能够得到很大的保证的。它这个轴距呢是2700的，你看我坐在这里，我的前方有多大的位置，它就给我的感觉就像我坐在一辆我1.68米，我就像坐在一辆 SUV 的车上，甚至是一辆中型的 SUV。那头部的空间呢，坐在这里应该是有1圈，但是坐在这里的话，应该空间要更大一点。包括它的这个地台也是非常平的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垫子在这儿看着不太明显，但是它这是一个纯平的地台。那我觉得这个后排的空间优势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它有那种填充物，就是既是让你觉得又软，但是有支撑力的那种。第2点呢，我们就是智能化了。那智能化分为它的车机和智能驾驶辅助。那车机呢，它搭载的是 LinOS 2.0的最新的系统。那这个系统它也是支持就是免唤醒词啊，包括它的整个车机速度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。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啊。你好，小齐。我来了。打开车窗。正在打开车窗。车窗打开了。这风也太舒服了吧。你好，小齐。小齐在呢。关闭车窗。正在关闭主驾车窗，让小齐。但是哈，我发现有一点就是，你跟你好小齐这样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等他回应完你之后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释发你的号令，要不然他是听不见你说话的啊。
那还有呢，就是非常醒目的这一款15.6英寸的中控屏，再加上这个8.8英寸的液晶仪表了。那它的这一块尺寸呢，在同级的小车里面也是非常领先的。当然呢，它还是比海豚要更大一些的。里面内置的是一个高德的地图，然后你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跟手性、丝滑程度，相当可以啊。我觉得是不输于有一些的纯电车的。包括呢，它还给你配备了一个全景天窗，然后全景天窗呢，怕你夏天又晒到了，还给你配备了一个电动遮阳帘啊，一拉，这里面又变成一个私密的空间，但是你平时也可以去看看风景什么的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感应雨刷，像今天这样一个下雨的路况，它会自动的去开启。当然，我们今天说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云朵的大沙发了。就坐上去就有一种家里面大沙发的感觉。我们刚刚在后排的时候也体验到了，但是我觉得前排的这个感觉就是更舒服，它的包裹性会。续航能力和供应商的这个知名度上哈，云朵它是缺乏一定的优势的，但是它的账面数据很不错。云朵它的那个最大功率是136，最大扭矩是200牛米，有一个动能回收的模式，有标准和强回收和弱回收。标准的舒适的一个制动模式呢，它是减少你晕车啊，包括你的一个制动的一个回弹。标准模式下，我是感觉它的这个油门呢要肉很多，但是一旦在经济模式下，我们刚刚开的那个绕城高速，其实我感觉它的动力响应也是说来就来的。就我没有想到这么小的车，它的这个给你还是甚至有一点点推背感的。那在城市当中，我觉得日常的通勤，包括一些宝妈选择这款车，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。那在悬架方面呢，它就是一个前麦弗逊后扭力梁非独立的一个悬架，这也能理解节约成本嘛，但是它的空间会提升，但也有可能是跟他们说的这个超高强的一个强度有关，就是它这个强度是其他车型的2倍，所以说我感觉它虽然用了扭力梁这样的一个悬架，它整体给你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包括我们刚刚在拐弯的时候，然后一些侧倾的状况，让我感觉没有那么明显，就不像是一辆小车给我的感觉，就像是一辆小型 SUV 给我的。庞大的市场需求，还有就是同行们对 A 级车这个价格的下调啊，五菱拿出了云朵这一款小车。那它除了这个诱人的大沙发，还有这个9.58万元这个售价非常有竞争力啊。那还有它包括空间方面的优势，还有就是智能化方面的优势。它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它
处处都在秒着海豚打。那我就一个疑问啊，它能够从销量上打败得了海豚吗？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得交给市场，交给时间了。好了，今天这期视频到这里了，我是潇潇，关注车载娱乐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